Hello， 铁子们，我是你的东北老弟，为你专扒精彩影片。今天介绍的是科幻灾难喜剧片《生存家族》。故事发生在东京的一个平凡家庭，人妻香秀正对着眼前的大鱼无从下手。这大鱼是老爹给邮来的，也不知道是啥品种。女儿小美听见后立刻嘟囔了起来，说自己才不想吃从农村寄来的臭鱼。香秀听完立刻训斥女儿不可以这么贬低外公的好意。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，儿子小帅回到了家里。小帅性格孤僻，不爱跟家人说话。爸爸铁柱看见他这副样子，也忍不住抱怨起来。大家看似是一家人，其实毫无交流，白天见不到面，晚上回来还都是各刷各的手机。第二天大家起来时发现停电了，但是并没有太过在意，忙着出门上班上学。结果发现电梯也坏了，原来整个小区都停电了。于是乎每个人开始走上了久违的步梯下楼。等出了小区之后，才发现整个东京都没电了。地铁因为停电暂停运营，悲催的铁柱只能走路上班。呼哧的赶到班上时发现大家都被困在电子门外，进不去大楼。为了赶去上班，硬是强行破开大门，真服了这帮工作狂，真是巨敬业呀。但是呢，这帮人也太过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了，就不能合计一下吗？停电了，那电脑它还能用吗？而另一边的香秀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准备去超市储存点吃喝。因为停电的缘故，超市只能采用现金结账的方式。收银员们被逼得拿出了算盘来帮助算钱，这也太顶了，没个两下子，这连收银员也当不了。回到家后，一家人开始了烛光晚餐，并且在黑夜中聚在一起看小星星。看来这场停电让这个冷冰冰的小家庭有了些许的改变。到了停电的第3天，水台里的饭碗开始发酸发臭，香秀也只能用浴缸里的水来清洗衣物。到了停电的第7天，往日繁华的东京已经看不到人影了。这时，一个邻居的死亡让铁柱意识到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了。于是，一家人商量后决定离开东京，前往香秀的老家鹿岛，一个美丽的偏远小渔村。第二天的清晨，一家人大包小裹地离开家门，骑上心爱的自行车向鹿岛前进。铁柱发现路边有卖水的小商贩，再一看售价是1000元一瓶后，大吼：“你丫是在抢钱吗？”之后气愤地离开，但很快铁柱就发现自己错怪了小商贩。因为随着离城市越来越远，卖水的人也越来越黑，最后更是涨到了2500日元一瓶。看到这里，老弟想说点题外话，不知道各位老铁有没有爬过山啊？如果有的话，那电影里的这一幕那一定是超级有代入感。这时，作为家庭主妇的香秀出马了，用自己多年的砍价大法，将2500的水降到了600，并且把这家小店给包圆了。骑了好一会儿，小美小帅都想上厕所，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公共厕所，两人那可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因为停电的缘故，此时的厕所宛如一个毒气房，不戴个防毒面具想进去方便那根本没戏。于是大家只能在路边解决问题，应了那句话，你只要不抬头，那遍地是茅楼。这天一家人路过一个米店，准备去补给下粮食，结果发现老板娘不收钱，只接受以物换物。一个派头十足的西装男进入店内，二话不说掏出了自己的豪车钥匙和劳力士金表，结果给老板娘看乐了，让他赶紧滚，因为现在的世界最没用的就是这些奢侈品了。那不用电的自行车那才是值钱货。身后的一群人看这情形，都抱着自己的古董名画啥的撤退了。还好香秀早有准备，用1瓶水和2瓶酒换了满满1袋的大米。一家人骑着小车终于离开了东京，来到了高速公路上，发现这里有好多从城市前往农村的人。傍晚，铁柱听到旁边的人唠嗑，说大阪好像没有停电，于是决定绕道去大阪看看情况。路上，铁柱为了节约用水，跑到河边喝起了生水，边喝边说：“这味道真是好极了。”但是铁柱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口水可把他坑惨了。一场淅沥沥、哗啦啦的大雨把4人困在了半路。就在风雨交加的时候，铁柱感到肚子一阵绞痛，强忍着蹲在桥墩下，那是跟死一做斗争，结果快要露头了，于是跑到草丛里释放自己。铁柱双眼迷离，在这场风雨里痛并快乐着。等到大雨过后，一家人的行李也被吹得东拼西落。铁柱看着地上被浇湿的大米，差点被气得当场去世。可算等到了一个超市，结果里面早已空空如也，连一个人能吃能喝的商品都没有。没办法，小美小帅只能抱回几瓶蒸馏水和猫粮狗粮。毕竟人为了生存，连尿都能喝，这些又算得了什么？小帅还找到了一个信号弹，把它扔给了老爸保管起来。之后一家人再次上路，这次他们遇到了另一伙食人族，但人家却活得非常潇洒，把这次灾难当成了一次旅行，还拿出了一个电池照相机给铁柱一家的留念合影。停电后的第43天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大阪。但是发现这里跟东京并无区别，要非说有啥不一样，那可能是垃圾更多一点。但是垃圾不能当饭吃啊！铁柱还跟小美大吵了一架。
就在一家人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一群人在吃烤海鲜。我擦嘞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铁柱上前询问，得知海洋馆的工作人员为了赈灾，于是将馆内的海洋生物拿出来给大家充饥。铁柱连忙带着家人开始排队，可到了自己的时候，食物正好发完了。看来这家海洋馆有点 low 啊，连个鲨鱼、鲸鱼的都没有，全是一些小玩意儿。铁柱为了家人的生命，想也没想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给管理员磕头，祈求给他们一些吃的。但是没有就是没有啊！你这个时候拜人，还不如拜拜天。时间来到了停电后的67天，一家人已经弹尽粮绝，快要饿死在了田野间。就在这时，铁柱听到了几声哼叫，一抬头发现一头大肥猪就在不远处，一家人顿时来了精神，拿起绳子就要去抓猪。四人围追堵截，都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可算把这头肥猪扑倒在了地上。此时肥猪的主人却出现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小刀。一家人吓得不敢吱声，但主人却捅死了肥猪，并把他们带回了家里，给他们吃上了烟熏的猪肉。晚上铁柱还美美的泡了个澡。这种柳暗花明的感觉，那简直是太呢了。休整之后，四人穿上了新的衣服，拿着主人赠送的猪肉，再次出发前往鹿岛。但是就在过河的时候，铁柱却被河水给冲走了，而另外的3人也被一群野狗给围住。野狗不仅把猪肉吃个精光，看见架势还要拿3人来打牙祭。好在这时驶来了一辆蒸汽火车，救下了3人。原来这是一辆烧煤的老式火车，不靠电也能发动。香秀趴着窗户思考人生，感叹这鹿岛之行好比唐僧取经，我们这4人实在是太难了。但却看到了远处的信号弹，那是铁柱在求救，于是赶紧让司机停车，让小美小帅把爸爸带上来。在停电后的108天，铁柱一家终于来到了鹿岛。香秀看着正在钓鱼的父亲，兴奋地挥起了双手。2年之后，铁柱一家人在鹿岛生活得开心快乐。男人们外出打鱼，女人们在家织布。一天清晨，人们听到了广播音乐的声音，之后看见盏盏路灯重新明亮。大家意识到电力终于恢复了正常。没过多久，东京就又繁华了起来。铁柱一家人也回到了往日的生活。但是经过这次停电的灾难，一家人的感情得到修复，再无之前的冷漠，一推开家门就能听到欢声笑语。这天早上，一家人外出上班上学，却得到了一个信件。香秀打开一看，正是逃难途中的那张合影。影片也至此结束。本片用停电来构建了一个末日背景，用灾难来探讨人们对于手机科技的依赖，从而借此来呼吁大家要重视美好生活的本质。最后，老弟想要问问大家，如果你们经历了这次停电的灾难，你们是会选择继续生活在安稳的鹿岛，还是回到